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 like。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体验，每天晚上凌晨定时醒来，比如说一到凌晨1点钟就醒，或者是到凌晨3点多就醒。有时候呢，翻个身就睡着了，但是有时候翻来覆去折腾好久，天快亮了才能睡着，这样反反复复，非常让人困扰。那么为什么每天半夜总会醒来呢？认为人体腑脏与12个时辰相对应，在相对的时辰里呢，腑脏的气血最旺盛，功能最强。如果这个腑脏有异常，就会出现莫名的清醒，而且难以再入睡的情形，所以我们需要把相应的经络疏通一下，那睡眠自然会好了。那么怎么疏通？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习一下。凌晨的1点到3点钟醒来是肝经不通，这类人群平常脾气大，容易发怒，非常的烦躁。那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入睡很困难，而且呢多梦，半夜1点到3点钟醒来之后很难再次入睡。我们要疏通肝经上的2个淤堵的地方，一个是阴包穴，一个是太冲穴。来找一下位置，阴包在我们大腿的内侧，我们知道肝经是大腿内侧的正中线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找到你的膝盖骨上缘，往上2大约1掌的位置，5横指就是4寸，那么在大腿内侧的正中线上，这个地方就是阴包的位置。其实它是在2条肌肉中间的这个缝隙处，大家可能不太好找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沿着大腿内侧正中线，然后来按揉一下，就是大约在距离你的膝盖这个位置开始去探查，找一找，找到你觉得最痛的那个点，就是阴包所在。它有可能因人而异，位置有些偏差，但是咱们以自己的感觉最痛的那个点为准，这就是你肝经上的淤堵点不通的位置所在。找到之后，用拇指用力的去按揉，一定要用力。平常脾气不好的人，这个位置会出现非常强烈的痛感，一定要把它疏通开。左右2条腿方法是一样的，2条腿都要按揉，每次疏通时间不要过长，3分钟左右就足够了。这是第一个穴位。第二个不通的地方在太冲穴，太冲穴在我们的脚背上，太冲穴就比较好找了。首先找到大脚趾和第2脚趾的脚趾缝纹头处，然后往你的脚背上量2横指，在这个凹陷处按压的时候，有非常强烈的酸痛感或者刺痛感，它这个酸痛感会辐射到你整个脚背，这个位置就找对了。这是太冲穴，是我们肝经上第2个容易堵的位置。有的人太冲穴这里没有什么反应，按揉起来呢不酸胀不痛，那么脚上也没有感觉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先把刚刚讲的第1个阴包穴疏通开，然后很多的太冲穴就开始出现这种酸胀的感觉。因为这个时候呢，气血才能够通过第1个淤堵点走到你的太冲穴上，好用力的按揉太冲穴，左右2只脚都要按揉去疏通阴包和太冲，疏通4到5天，痛感就逐渐减轻了。这时候你的睡眠状况也会好很多。凌晨3点到5点早醒，这个时候是肺经当令，也就是肺的功能最强的时候。因此呢，肺火太旺、肺气不足、肺热等等的人呢，醒来之后就很难再次入睡。那么肺不好的人群，我们要多疏通咱们的肺经。肺经上有2个特别容易淤堵的地方，一个是孔赘穴，一个是鱼际穴。我们先来找孔赘穴的位置。找孔赘穴的位置，我们需要先确定2个点，一个叫做尺泽，一个叫做太渊。我们握拳去肘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在你的肘窝处
会摸到这里有一条非常硬的大筋骨，在大筋的桡侧，就是大筋靠近你大拇指的这边，大筋的桡侧这个位置就是尺折。之后我们来找太渊，太渊在你的手腕处，你的腕横纹这里有脉搏跳动的地方，这个位置叫做太渊。之后咱们把这两条线给它连起来，那么这条线其实就是我们肺经循环的大致路线。咱们再来找孔椎的位置，孔椎在这条线的中间点，然后咱们再向上量一横指，偏上一点点，这个位置就是孔椎的位置。其实还有个更简单的确定方法，咱们就沿着你画的这条线去敲打，从上往下敲，一直敲到你的手腕处，来回的敲一敲。这时候你会发现，在这条线上有一个特别痛的点，就是你敲起来它比周围都要痛，而且这个痛呢是有一些放射性的刺痛感。这个位置就是孔椎穴的位置，而且也是你的肺经上最堵的地方。如果出现了痛点，一定要把它揉开。在这个位置呢，你可以把你的指关节曲起来敲打，连续敲打5到10分钟，或者是用你的拇指去按揉5到10分钟，然后再换另一条手臂，同样的方法找到痛点，疏通这个痛点。经过一段时间反复的按摩疏通之后，穴位的痛感会减轻，甚至不痛了。那你同时就会发现自己夜间忽然醒来的这种状态有所减轻，这是第一个点。然后我们来找到第二个点，叫鱼际穴。鱼际穴在我们的手掌上，这里有个地方叫做大鱼际。大鱼际指的是我们拇指下方这一块凸起的这一块地方叫大鱼际。那么鱼际穴在哪呢？我们可以摸到拇指下面这个掌骨关节，在这个掌骨关节的中间点上，这个位置就是鱼际穴的位置。那么鱼际穴我们在按揉的时候，拇指要靠向你这个掌骨来发力。经常咳嗽、呼吸系统不太好，甚至是半夜经常醒来的人，按揉起来这个位置会非常的酸痛，两只手都要按揉。也有的人呢，刚开始按揉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他把孔椎穴疏通之后，这个气血下来了，鱼际穴就会出现痛感。所以大家在疏通的时候，一定要先疏通孔椎，再来疏通鱼际。这两条经络的疏通方法，大家对照着自己着醒的时间，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使用。每天你可以疏通2次，早晚各1次效果最好。疏通的时间也不用太长，每个点3分钟左右就够了。除了经络不通，有时候我们的失眠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比如说睡前玩手机，手机的光线会刺激大脑和眼睛，导致神经兴奋，不利于再次进入睡眠。还有时呢，半夜醒来之后就开了明晃晃的灯，这时候就更难入睡了。一下开启亮灯，会给神经和身体一个激活的信号。最好是在床头摆放一个灯，光柔和又非常温馨的小夜灯，这样既能够看清，也不致影响睡眠。另外呢，思绪烦扰会干扰睡眠，半夜醒来了想东想西，不但事情想不清，睡眠也耽搁了，反而越来越焦虑不安。好的睡眠其实是需要自己去调节的，希望大家都能睡个好觉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